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彎。很多剛接觸金工的人，除了錯修切鋸之外，接下來最重要的步驟就是焊接。我相信有一些新手在採買工具的時候，不是那麼確定自己到底需要什麼樣子的工具。今天我想要推薦給新手們一些，我自己覺得最必備，然後也最適合新手使用的一些焊接的工具。那我要分享的这些工具，其實大部分都是很適合自己在家裡弄一個小小的工作區域來使用。那第一個就是火槍，焊接的火槍。我這邊介紹的是這種日本製的小火槍，它的好用的地方在於說，它很輕巧，然後操作也很容易。往前這個旋鈕往前就是開，聽到氣體的聲音就可以壓下去，然後那個瓦斯就會出來。這邊有一個孔洞，那這個孔洞是要讓空氣進來的地方。我如果把孔洞封閉，它這個火就是軟火。那我如果轉到孔洞的地方，它這個火就是硬火。那我還可以稍微調整一下我這個火焰的大小，然後關掉就是往自己的方向旋轉就關了。它就是用這種瓦斯當做它的焊接氣體。這邊有附一個底座，就是焊接的時候呢，我們就把它拔起來使用。焊接完以後放回來，才不會，然後這個有時候會放不穩，會很危險。我們焊接完就把它放回來。那這個就是小火槍，我覺得自己一個人在家裡使用的時候，這個是蠻好用的。然後再來是耐火磚。一般我們焊接，如果你想要保持你的桌面是完整的，我們最好底下可以放一個大塊的瓷磚或者是鐵盤，它可以稍微防火，但是不見得是耐熱的，所以我們這個上面還要再擺一塊像這樣子的耐火磚。那這種耐火磚呢，它有其實有分兩種，一種是就是專門拿來隔熱的，那種隔熱的耐火磚它就會吸熱，它會把热源吸進去。那我會建議說，你最好是去金工用品店去買專用的焊接用的耐火磚。那這種耐火磚它隔熱，但是它也可以反射這個熱源，就是我們的火在上面燒的時候，它不會熱源全部被吸到磚裡面，它會有一定的部分热源會被反射上來。那這樣子我們在加熱的時候才能比較有效率的讓金屬快速的均勻加熱。那除了像這種平面的耐火磚之外，我另外還會再放一塊這種蜂窩狀的耐火磚。這種蜂窩狀的耐火磚，它的材質就比較鬆軟，然後有很多孔洞，它可以讓金屬放在上面燒的時候，這個空氣可以跟底下對流，這個金屬的加熱的這個速度會比較快。然後除了耐火磚之外呢，再來就是助焊劑。那一般常見的助焊劑其實有蠻多種的，就是像這種膏狀的，這種有一點硼砂性質的這種膏狀助焊劑，然後還有另外一種是液態的助焊劑。那不同的助焊劑它使用的地方跟時機都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那我自己是比較推薦新手可以用這种膏狀助焊劑就好，因為膏狀助焊劑它的防護的時間可以延長。因為新手常常在焊接的時候會不小心加熱過頭，或者是燒了很久，金屬氧化就會很快。那你用這種膏狀助焊劑，它可以延長這個氧化的時間。然後可以準備一把小刷子，然後拿來沾助焊劑在你要焊接的區域。再來是第三隻手，或者是也有人叫它電木夾。這個的用法是在於說，因為我們焊接的時候，一隻手會拿着焊槍，那另外一隻手會拿着鑷子，所以我們有時候會需要第三隻手來幫你夾住你的焊接物，它是拿來固定你的焊接物用的。再來是鑷子，我通常會準備2把鑷子，那一把呢是拿來放焊藥用的，那這把我就不會讓它碰火，因為我希望它的嘴是可以一直保持這樣乾淨銳利的尖嘴，所以這一把我會拿來放一些比較小面積的地方，拿來固定焊接物，或者是拿來放置焊药用的。然後另外一把，這把比較長的，我就會在焊接的時候使用。有時候你的東西放上去以後，在焊接的過程中多少可能有一點會移位，那我就可以用這種比較長的鑷子去調
調整一下焊藥的位置，或者是物件的位置。那因為它夠長，然後也夠厚，所以我在焊接的時候，這個火的溫度比較不會那麼快上升到上面來。然後平常在焊接的時候，我會建議說，你的手上一定要有一把鑷子，因為這把鑷子可以隨時幫你，除了說調整位置之外，有時候你的東西會不小心滾落，任何意外產生的時候，你的鑷子都可以隨時做好準備。再來是焊藥，我的焊藥基本上都是像這樣子線狀的焊藥，但是你們一般在買的時候也可以買到的是片狀的焊藥，就是一塊正方形薄薄的，它已經幫你弄得很扁了。那我的線狀焊藥有時候也會把它碾成這樣扁平狀的，比較好使用。焊藥的功能就是在幫你把金屬結合在一起。通常我們的焊藥呢，都是你在焊接的這個金屬的合金。比如說我要焊接银，那我的焊藥就會是銀合金，所以它的熔點就會比較低。那在這個熔點溫度到的時候，它就可以把2塊銀的金屬結合在一起。不同的金屬焊接就用不同的焊藥。像我焊接黄銅，我就會用黃銅專用的焊藥。那銀焊的話，又分成高、中、低3種溫度。當然它也有超高溫跟超低溫，只是比較少用到。高、中、低溫的使用時機呢，我之後會再另外拍影片跟大家講。這個就是在你就是焊接不同的順序的時候會有差別。最後我們焊接完之後呢，這個表面上就會有很多氧化物，還有這個硼砂留下來的物質，所以我們需要經過清洗，讓金屬變回乾淨的狀態。那這個時候呢，我就會用像這樣子的重硫酸鈉。那早期我自己在剛學精工的時候，我們都是自己調配硫酸的比例，就是用硫酸加水1:10的比例去泡成稀硫酸。那現在比較方便，我們可以直接買到這種化學藥品，它是粉末狀的，你只要倒在水裡，然後稍微加熱，你不加熱也可以。那加熱的話，它的速度會比較快。那放在裡面泡一下，我們金屬就可以变得很乾淨了。以上這些就是我自己推薦新手剛接觸焊接的時候可以買的一些簡單的工具。有了這些工具呢，大概基本上90%的東西都能夠靠這些東西焊接完成。那另外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平常在使用焊接的其他的額外的工具。剛剛介紹完推薦給新手的焊接工具，那這邊是我自己平常在焊接用的工作台，我會跟切鋸搓繡的工作桌分開使用。那我這個工作台上面有一個像這樣子可以旋轉的轉盤，它可以幫助我在觀察焊藥流動的時候比較方便，就是我只要旋轉轉盤就可以看到焊藥有沒有完整的流完一圈。這個小石頭是浮石，然後一樣會有一塊這個耐火磚，還有蜂窩磚。那我自己習慣呢，在蜂窩磚的上面，我還會再另外擺像這樣子的插銷。比如說我在焊接像這樣子平板的東西的時候，我希望它的空氣對流可以更好，所以我會另外再擺這種插銷。然後可以看到我這個蜂窩磚裡面有插這個小棍子，這個是斷掉的鑽針，我把它拿來插在蜂窩磚裡面。它有時候可以，比如說我們在焊接東西的時候，需要有一個地方把東西固定住，我就可以拿這個斷掉的鑽針來當做這個定位的地方。再來是我會準備一些這種小鐵盤，然後上面會標注說這個鐵盤裡面放的是哪一種溫度或者是哪一種材質的焊藥，把每一種要用的焊藥都分開來。我自己焊接最常用的是像這樣子的小柴鼓風爐，那它平常要點火的時候就可以用這種點火器，我們就可以把手空出來，不用在那邊點打火機，這個是蠻方便的。然後再來，我這邊有很多不同形狀種類的鑷子，這邊有很多各種不同尺寸大小的這個鑷子。有時候你會焊到比較大件的物件，那剛剛說的這種比較細長尖嘴的這種鑷子，它很容易溫度一下子就會傳到你手上，所以我就會挑比較厚的比較大只的鑷子。那或者是在熔金的時候，如果我用的是很小的乾鍋，我就直接拿大鑷子来夹乾鍋來倒金。
然後再來是這個鐵絲，這個鐵絲是比較耐熱的。那有時候有一些物件，它需要用鐵絲綁緊它的接縫才會密合，有時候會用到這個。然後還有一些刷子，還有這個是鈦棒。我以前蠻常用鈦棒來焊接的，它可以拿來把焊藥挑起來放在物件上面。這個是煮焊劑，有時候你焊點太多，那我焊藥溫度只有1種的時候，煮焊劑就可以幫上一點忙。然後這個是防火垢的溶劑，這個我之前影片都有跟大家講我什麼時候會用它。然後再來是旁邊會放一盆水，焊接完然後想要淬火的時候可以用旁邊放這一盆水。然後以及我自涮完把那個酸液裡面的東西拿出來的時候，我也會泡一下水。那旁邊這個呢是加熱器，這個加熱器可以拿來加熱我的這個酸液。我會有一瓶用玻璃瓶裝的酸液，我會放在這個加熱器裡面。那平常要酸洗的時候，我就打開加熱器，然後我的酸液就可以讓我的東西加熱的酸洗的速度比較快。這個就是我平常自己在焊接的時候的設置，大概是這樣子。那新手的話，其實不用用到這些，我們像我剛刚介紹的那些工具，其實就已經非常夠用了。那今天的這個焊接工具的分享就到這邊。那如果大家對使用的工具有什麼疑問，或者是用法有什麼疑問，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我也會另外再放一些這個購買的連結在底下讓大家參考，這些都是我曾經跟他們買過我覺得好用的一些廠商，那你們也可以直接點底下連結下去買，或者是直接到精工用品店的材料行去買都可以。那我們這次影片就到這裡咯，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吧，拜拜。